嗨，各位，我阿仁。那我们今天呢，又一年一度的又来到美国了。那我现在人的位置在 Las Vegas。那其实前面的时间我已经有去克利夫兰先找过朋友，然后也有在圣安东尼奥先工作，然后工作完才准备来 Las Vegas 这边看一看。那我们在这边待的时间也不长，大概4天左右。那今天晚上主要会有那个太阳马戏团，那再来就是我们明后天会去大峡谷跟羚羊峡谷那边去参观一下，那个我们有买一下行程。然后再来就是礼拜一会去我们的 Sphere， 就是那个球体的一个，反正就在拉斯维加斯这边的一个剧场。那礼拜二的时间我们就要准备回台湾了。OK。OK， 各位，我们首先到这个威尼斯人的饭店。那其实可以看到他们对整个饭店的布置非常的夸张，就是说他把整个环境都布置得很像威尼斯的感觉。那包含像是有贡多拉游船，但那个游船的话，你包一艘船是$156，大概只有10分钟左右的整个旅程，所以有点贵。对，比 NBA 的球票还贵。然后他一进来的时候，1楼就是赌场，然后赌场之外，他上来之后就是可以看到说，他对天花板的装潢啊，然后还有这里面整个气氛的打造，真的是非常的不错，而且这不用钱。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旋转的手扶梯，还蛮特别的。好的，再来我们来到第2间，这个是凯撒饭店。那它其实在拉斯维加斯这边占地算是非常大的一家饭店。那其实可以看到他们这边的配置，大部分就是hotel 之外，它的1楼基本上全部都是 casino 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说，它的饭店里面通常还会整合 shopping mall 跟一些 bar， 所以我觉得虽然说同质性有点高，但每一家饭店他们都有做自己的特色。像是凯撒，你可以看到说它一样是有那个蓝天的那个设计，但是说它的 shopping mall 里面又更多样，就不会像是前面一家威尼斯人，它就是 gondola 这样，对，还不错。OK， 在我后面这个很像埃菲尔铁塔的这个建筑呢，它是仿真的埃菲尔铁塔，然后是1/2的比例，然后在拉斯维加斯这边直接盖出来。那我记得它好像也可以上去，但上去需要门票。好，那地上这个呢，就是 Las Vegas 他们的星光大道。不过就对，就是一块瓷砖。OK， 各位，那在我后面这个是 New York， 它是有它的建筑看起来应该是仿那个纽约某一块城市，应该是曼哈顿啊，然后它的那个城市的街景，然后再来就是说它有把那个自由女神像盖出来。那在这个状况底下，它里面居然还有那个云霄飞车，真的很夸张，不知道盖这个要干嘛，把那个饭店搞得跟那个游乐园一样。OK， 各位，那我们等一下就是到那个有水舞的那个饭店，就是下午有经过，那去看一下那个太阳马戏团的欧秀，但是就里面就不能录影。
大概坐了4个多小时的车，从拉斯维加斯到我们大峡谷这边了。那可以看到这边有下一点雪，还不错。然后我们现在呢，要先去大峡谷的南峡。那南峡的话，就是最著名、就是最壮观的地方，就是它冲刷的比较厉害。等一下应该可以看得到比较，可能因为雪景的关系，应该不知道景色怎么样。OK， 各位，我们来到大峡谷了，然后起大雾，什么都看不到。不然正常来说，这边可以直接看到对面，正对面16公里外有个北峡，就是整个大峡谷的景色，应该正常来说会在我们前面这个视野范围。不过就全起雾。好啦，那以上就是我们的大峡谷的部分。如果喜欢我的频道，没有啦。好啦，那其实这个就是你如果大峡谷比较淡季的时候，特别是像现在冬天来的话，可能比较容易遇到的状况了。那如果说大家有机会安排来这边的话，就尽量还是以夏天为主，因为那个真的好像蛮壮观的。对啊。OK， 各位，我们到这个佩吉这个小镇，那因为我们刚刚在大峡谷那边雪真的下太大了，然后连它的东侧那边都封路，就直接警察车停在那里不让你进去，所以我们等于说我们还需要绕一整圈，然后下来之后才能到佩吉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大概又搭了3个多小时的车，今天都在坐车。不过没关系，明天至少我看起来看天气预报应该是好天气啦，所以可以期待一下明天的铃芽峡谷跟马蹄湾的部分。OK， 各位早，那可以看到现在的天气非常的好，那这样今天去铃芽峡谷跟马蹄湾的话，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那其实可以看到后面这一块的地貌，其实就是跟大峡谷，因为这整块就是 Arizona 这边很大一部分都算大峡谷的范围，所以其实你这样看也可以看到一些大峡谷它就是侵蚀过的地貌啦。好的，我们到羚羊峡谷的入口了。那这个地方它里面是严禁摄影的，但可以拍照啦。像它其实刚入口那边就有写说，就是什么都不能拍，手机可以。所以我应该后面我会用照片的方式去做呈现。OK。好，各位，我们结束我们这个羚羊峡谷的 tours， 但我是觉得真的是非常之来，非常的漂亮。它整个峡谷里面的，就是那种鬼斧神工，你会觉得大自然这种自己切出来的那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那我们因为它里面是不能录影的，所以我们就简单带大家用照片来回顾一下。那其实包含说我们先进去的时候，它是需要就是每个人都是要跟着你们固定的导游，那他会分发给你们一个就是有点像是你这团专属的卡片。然后我们刚好是因为现在是淡季啦，那我们是这团就只有4个人，然后他一次大概下去。以现在淡季来说，应该是40-50个人，所以也不会到非常拥挤，因为里面其实它的那个道路是蛮窄。那再来就是我们就往下走嘛，然后它的整个的地质它是比较偏这种沙土，就有点像黏土的感觉啦，然后就是踩起来就是松软软这样，还蛮特别的，对。然后我们就是要先走到那个羚羊峡谷的入口的话，它先往下走，然后往下走之后，然后到它的谷口。然后沿路往上，然后才是整个导览的路线。那往下的时候，它是稍微有点滑，所以这个来的话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对，然后谷口的话，大概它这边这个楼梯大概有75 feet， 一进去之后其实就可以看到这种大自然这样切过的整个峡谷。那因为它这边都是沙土的关系，然后雨水下来，然后它一直
一直沉积，然后一直冲刷的情况下，然后才会有这样的鼓，然后跟旁边这样堆积起来的感觉，对。然后这个大概也是跟大峡谷年纪差不多，大概也有快21年的历史，对。然后其实可以看到这边每一张你在这边随便拍的照片都是非常的好看。那不管你要用暖色调啊，或者说你用冷色调去拍，或者你用原相机都 OK。但这边比较推荐是用暖色调，暖色调就整个会比较看起来红温一点。那再来就是说，在这个铃芽峡谷里面，你会发现说它的岩壁上会有很多这种 pimple， 就有点像青春痘的感觉，在这个岩石上面。那其实这个就是它每次这样矿物沉积的情况下，它的钙因为它会凝聚，那凝聚情况下就会变这样，有点像一个青春痘的感觉。然后加上今天刚好又出大太阳，所以其实它光线的变化在这个峡谷里面，其实应该说无时无刻都在做变化啦。那再来就是说，它每个因为岩石长的形状不一样，那它折射的那种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其实真的是非常好拍啦。那其实大家看得出来，这 Windows 10的桌布也有一张是用这个里面的啦。最后出来的时候，这个点。就是你整个爬完之后，它往上之后出来的这个点旁边呢，它就是有一个这个恐龙的脚印。那它就是因为一直堆积嘛，所以就是整个历史就被堆砌上来了，所以还可以看到有恐龙的脚印，或者说这个像是蕨类的化石啊，真的都非常特别啦。对，所以我觉得铃芽峡谷是非常值得来。那整个导览时间大概45分钟到1个小时，看你的导游带的速度。对，所以其实拍照的时间是蛮够的。OK， 那我们等一下就去马蹄湾跟鲍威尔湖。OK， 各位，我们到马蹄湾了。那其实离那个铃芽峡谷还蛮近的，开车在15分钟而已。所以这个景点就是一起来看看。那会叫马蹄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那个河流的形状就是因为冲刷的关系，然后就弄得很像一个马蹄自然形成的。这个垂直的落下的距离应该有个300公尺哦，超深，有个可怕的。而且它旁边这边还没有护栏，就是你要拍你可以自己去拍啊，好像每年都会有人滑下去。我是不敢去那，我只会待在这个有围栏的地方，这太恐怖了。但如果说以景色来说，真的是非常壮观。可以看到这个前面没有护栏的部分，基本上它下去就是直接是垂直的，所以这滑下去直接是没救了，超高。好，那这边淡季来的话，人会相对比较少，而且温度会比较合适。就是说，如果你是5、6月、7、8月暑假那时候来的话，这边会是旺季。对，那旺季的话，人会比较多，比较难拍。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温度大概会落到接近快40度的温度。对。好了，各位，我们来到这个鲍威尔湖。然后其实可以看到后面那一块也是有点像峡谷的景色，叫什么去了？叫格兰峡谷。那其实地貌上其实跟大峡谷也都很类似啦。那这个湖呢，其实它是人工湖，然后它是美国第2大人工湖。那我们看到的这个景象大概只有1/10不到的范围。然后刚刚经过的路上有看到那个水坝，那它就是把这个水都先拦着，然后下面有做发电这样。对。OK， 各位，我们结束我们在佩奇那边的行程。那我们现在来到了拉斯维加斯的旧城区。那它这个就是发展的更早的地方。那目前看起来还算蛮热闹的。那我们可能就会在这边先逛逛，然后今天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明天我们主要会去 Outlet 跟 Sphere， 但 Outlet 我应该就不会拍，那主要应该会集中在 Sphere 的部分。那我们就边走边看吧。
OK， 各位，我们来到我们最后一个行程，就是 Sphere 啦。那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应该是 LED 的球体啦。那它现在还没把那个 emoji 放出来。那今天呢，我们主要会看的剧场就是那个《绿野仙踪》，就是它最近的一个主题，然后大概会是1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的那个座位是比较偏后面，但是中间的位置。You're not starting out very well. Oh, I'll try. Really, I will. To us? To us. 各位，我们刚刚结束我们的 Sphere， 那因为散场还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就直接在这边做总结。那其实我会觉得说，我们不针对它的内容去做评比啊，那我们就是以它的剧场的一些巧思，或者说它的特效啊，或者是说像包含它这个椅子啊，后面这个椅子。可以看到它其实下面有做一个连杆，那个连杆就是可以让你在跟画面同步的情况下，然后去做，像可以看到那个龙卷风那时候，你的椅子是非常的震动的，然后它包含它下面舞台那个地方，它还有那个风扇会把树叶啊，或是那种强风的感觉全部营造出来，然后包含了一些粉尘、烟雾全部营造出来。那其实搭配这个，因为它是裸眼3D 的一个大画面，那基本上有大概几乎180度的视野，那就变成说你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你基本上就是融入在那个情境里。当然，你如果有一点3D 晕的话，你看的头会有点晕的。对，那再就是它里面还有一段，它那个是苹果树的桥段，然后它甚至那个剧情里面在摇苹果树的时候，苹果还真的从天花板上掉下来，它是隐藏式的，全部隐藏在这个荧幕里面。对，那隐藏在荧幕里面很多机关，然后会这样直接掉下来，就让你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对，所以其实我觉得 Sphere， 因为我们坐这个位置是比较后面的位置，大概125块左右。那甚至像就是它有一些像是蝴蝶飞出来啊，然后那个鬼怪要去抓人的时候，那个鬼怪的那个虽然说因为太高，所以看起来没有很大，那就是可以看到它的那些一些道具设计上的巧思啦，真的是把你营造的真的有融入在这个情境里面，真的很不错。所以我会觉得体验上来说，我觉得也还是非常值得来的吧。那我们这个档期呢，它是绿野仙踪，所以不一定每个档期都会是这个东西，就是看你如果说来的时候，它会是播什么。那我们拉斯维加斯还有尼安峡谷、大峡谷的影片大概就到这边。那如果喜欢阿仁我的话，那欢迎按赞、订阅、分享。OK， 那我们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好，拜拜。